快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面临着多种多样身心的压力和烦恼，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快乐。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金菩提禅师求教，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快乐。上师好，我今年24岁，情绪比较敏感，经常出现很大的起伏。我也尝试自我调节，可是碰到事情又会反复，请问我该如何正确引导自己呢？敏感的兔子。上师，为什么我的情绪这么难把握？明明知道发脾气不对，就是控制不住，发完脾气又后悔，怎么办呢？暴躁的狮子。收到网友们的留言后，金菩提禅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就是人的情绪的起伏容易起伏，确实与年龄有关系就我奶奶说，我爷爷到76岁以后不怎么发火，但是75岁生日之前还在发火。所以我奶奶说，最后我终于看到希望了，说在我爷爷死之前，我奶奶肯定能平静的过几天日子但是我奶奶很害怕，说爷爷连发火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就很后怕怕失去这位经常给他发火的又非常恩爱的同事。有时候发火能引发自己对别人的一些提醒或者是看着特别不好的人和事物也许你用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提醒了对方就是发火不一定全是坏事但是还有就是什么叫做发火那我觉得是我们的情绪失控了。本来我是提醒对方的结果提醒的过程中两人吵起来了，甚至一些男孩说为了提醒对方，结果两人打起来了这个就是过分了对，是你那个把握的火候这个程度问题，这个是需要学会控制。爱发火的人通常气比较足所以希望这个爱发火的人不要练气功，好吧？越练火越大，越练火越大第二个不要吃一些辣椒还有补气的那些东西鸡蛋很多肉食之类的所以容易上火的就少吃这火气会小一些经常备一些凉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是药又是茶的一种中国特殊的产品，24味凉茶那个就有点苦所以经常发火的人要喝一喝那个就会真的会好一些那你说喝药不就是有病吗？对呀，经常发火就是有病，好吧？脑不通特别适合来禅修容易发火的人欢迎你们来，好吧？你们的家庭就幸福很多如果你们家人经常和你吵架的人知道你来禅修，你的脾气好一些他们就是很高兴很幸福。所以发火通常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总结帮我记一下第一呢就是火气壮说明年轻第二个呢就是有病就是我们的智力有问题，可能该通的地方没有通就堵住了，所以什么事都想不通就发火靠发火来解决问题那通常说这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一种表现没有智慧有没有药来救他呀？那怎么办？来禅修不管来在这念佛也好还是来做大礼拜容易发火的人
我给你阐述一种简单易学的方法，很简单，1分钟就会。大礼拜啊，喜欢发火的人来大礼拜，就是磕大头，跪下去，趴在那儿，趴到地上，梆梆梆3下，好吧？就是这个磕头做礼拜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自己的发火次数越来越少啊。有的时候看到容易激起火来的人，本来对方一火了之后，他做错了，他也没有道理，他在跟你争吵的时候，同修啊，不要发火啊，有话好好说啊，不用争吵，也不用比武啊。但是一般我根本起不来火，对方发了火1个小时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和我爷爷一样啊，我爷爷要70多岁火才消，我现在25岁火就消了啊，发不起来了。也许能量消耗太多了哈。所以做礼拜，真的是灭火啊，灭容易发作的火啊。所以发火当中有几种病症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是能量太强，第2个有点缺乏智慧，脑中有堵塞，还有是供血不足，就是你的心脏往上泵血啊，就是供不上去，所以脑子就像缺心眼儿一样，不好使，不好使了就想不通啊，想不通就发作。所以经常发火的人，多数都属于不是缺心眼儿哈，是供血不足而造成的脑不能正常工作的，还是缺心眼儿啊。是属于这种问题，所以也是通过礼拜呢，也可以让你的血液通过心脏能够产生强烈供血的这种作用。还有经常磕头的时候，这个血液和氧气就容易到达头部啊。我是觉得，尤其是我做的实验，我是在研究佛法，用身体体会着佛法和禅修的过程之中我才总结了一些经验。我发现就是磕头的时候，用头用前面这一块去碰地，或者是没有碰到地都特别有开发智慧的这个作用对我来说和我小时候比，我好多了就好了一些那我也就是顺便传递给你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不理解别人，就是缺乏理解的心然后我在小时候长大的过程之中在中国经常用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说一个叫理解万岁就是理解是最好。如果你能理解我，如果家长能理解孩子，老师能够理解学生我相信老师是理解学生的了，天天教孩子教学生又是教孩子的专家，肯定是懂得懂得就是理解。看那孩子在那调皮不懂的那些家长就说跳什么跳，一个床有什么好跳的，一个拿一个破石头在那掰活半天，这有什么好玩的？对，他说孩子他能哄着自己玩都是家长的幸运呢对，所以要理解的话，我们才会觉得他这个行为是合理的。如果不理解的话呢我们无论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会引发误解和烦恼。现在很多家长都特别讨厌自己的孩子一个是盼着自己的孩子长大，好不容易长到10来岁之后就开始讨厌他怎么讨厌呢？第一个讨厌就是上网，是不是家长讨厌自己孩子上网的人请举手。像这种问题有不少家长提问我这个怎样改这个孩子这个毛病。我觉得很简单首先恭喜你孩子智力基本正常。但为什么这么说？基本正常就恭喜我吗？我说如果你生个傻孩子不更麻烦吗？他能上网那说明智力基本正常，能到网上能搞一些像变戏法给人对打游戏就说明智力是偏高的能在网上下载游戏改图片，把你妈的图片
和一个美女的图片贴到一起的时候，一看身材好美妙，一看脸是你妈这叫境界。所以这个家长当理解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觉得哇，我孩子都是这种特别烦人的有境界的孩子，就恭喜你了啊！所以你要理解，你就不会那么忧虑了啊，也就不会那么骂孩子了，学会引导他。我还是举一个我说过若干次的一个故事在一个地方，一个母亲，年轻母亲，我的一个朋友呢去他家做客。他就给我讲这一幕做客，他的孩子呢，给这个客人，是端茶还是端饭来着？小孩子他几岁，咣叽一下摔到地上了，那个碗给摔坏了。这个妈妈不问孩子有没有扎到你啊，有没有伤到啊？他先说：“哎呀，你这个败家子，你知道这个碗多少钱吗？”这就无聊了那这种母亲，大家说对不对啊？不对。所以当有这个比较浅显的但是这个母亲并不以为不对。她说我爱惜财物啊，我节约的生活呀，从这个角度也是对的所以有很多事物没有真正对错之分，是在于你如果看透这个事情，如果让一个小孩子端饭碗，你不担心把他烫到吗？他摔了碗没有扎到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对，所以如果我们多数的这个母亲见到这个情况，就说哎呀，孩子没有扎到就是万福就觉得挺感恩的。可是这位母亲就会责怪孩子这个母亲的理论说，我们家一共才10来只碗，今天摔一只，明天摔一只，10天之后没饭吃了，他是这样算的所以听起来也挺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母亲不该骂这个孩子。对，所以把很多的事物如果能看透看清楚，你就避免了发火了那还有恋爱中的人特别容易吵架结了婚更吵，理解他才好吧？因为可能你们吵架的原因多种多样的，就是在于你是否理解他呢？我走到世界各地，都有女士找我诉苦，就是说，上师啊，请问我的烦恼怎么解决？请讲吧，你的烦恼是什么？我先生原本是很爱我的，最近这2年出轨了。我说你们家闹鬼了？不是。他爱上别的了。我说爱上别的了，那肯定有原因。这是谁呀？有照片吗？不是，爱上电脑了。哎呀，我松口气。爱上电脑不是出轨这个没有事的。爱上电脑，他也不是个人，又怕什么呀？是不是电脑至少也不是个女机器人你就担心什么呢？那他是玩电脑是出去玩还是在家玩？在家玩让我很烦了。你烦什么？他怎么不多花点时间来爱我呢？我说你又不是电脑。就是我们要求太多了，对不对应该感到高兴的事情是，你的先生在家里玩电脑，至少是在你的目光这个叫做监控之下第一个，在网上没和别人瞎扯胡闹，他只是打个游戏，是不是或者是上网看看新闻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修改个图片或者是通过网络处理一些工作信件甚至通过网络通过电脑正在做工作你的要求就说他和电脑的时间多到远远比和我时间多。这个你不能去这样测算这个问题觉得我就说你不应该为此烦恼。为什么呢？第一个，说明你有丈夫你应该感到高兴。你看今天多少女人嫁不出去第二个，你还长得那么难看，你丈夫还长得那么好看
对不对啊？第三个，人家是做完饭、洗完碗之后才上网的，可是你吃完饭之后就上床了。有几个丈夫喜欢这样的女人呢？他没出去野跑就够意思了，是不是啊？不知用多大的定力在那玩电脑呢？要不看着当初恋爱中的海誓山盟和已经有孩子的面子上，早抱着电脑跑别人家住去。所以理解就会幸福，就不会烦恼啊。所以这个让我们容易发火其中就是理解。你有没有理解别人，你就发火所以总是给别人发火的人，总以为别人错误的人，不一定是别人的错误，是你的见识太少，知识面太窄那么这是第三种就是知识面太窄了第四种容易发火的呢，就是自私，太自私了。其实有很多人有得到有失去，这个行为会容易引发我们情绪的波动。大家想想，你情绪波动，应该有一半以上的问题都是与得和失有关系，尤其是自己的个人的得失。比如说你的邻居的那个房子和你做邻居的房子通常不会和你太大的差别，是不是啊？同住一个小区，房子不管新点旧点，层次差不多，也许经济收入很类似。如果尤其是普通的人家，普通的居民区，住了很多年，大家邻居都认识，都需要每天去打工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可是有一天，邻居很幸运的买到一个大彩票，中大奖了，中奖很多，比如说几千万美金，你们家连人口和房子和家产加起来也不值100万，你一夜之间赚到了几千万那一般人都是恭喜，但是多数的邻居呢就开始仇恨。这个人长得那么丑，那么笨，不知是哪根筋长错了，怎么会发这么大财？甚至有的人生气，半夜放把火给他。你不是很火吗？我给你点一个火。为什么这样呢？嫉妒。为什么嫉妒呢？因为他拿到多余的钱，我没有拿到，这是嫉妒那么所有的嫉妒行为都是自私，所以容易看到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就发火的人，那通常也是太爱自己，心眼太小没有那种比较广博的爱心和社会性道德太自私之后就容易去给别人发火，容易看到和发现别人的错误，甚至别人没有错，总觉得别人妨碍了你，别人比你好所以总是看别人错误的人不一定自己是正确的，而尤其是容易发火的人，不一定你发火就以为是别人犯错误了吗？经常是发火的人自己错误所以我这样告诉你，那如果你是这一类人，容易去发火的，你想一想我说的是不是和你能够有所吻合。那我怎么改正呢？可能也不容易我试一试
那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毛病中的第一种问题是能量，是不是啊？是能量太足吗？能量太足，其实我是赞美你的。有的是一种能量是年轻人的躁动的能量，确实是比老年人能量要足但是你这个充足的能量没用到脑上，只用到了嘴上，只用在责怪和骂人上所以这是这个身体的能量用错了地方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没有智慧，也是比如说脑体当中有时候是受到头颅骨的限制，有些人就是那个骨头会小这样让你的脑袋里面不能够很轻松的有运动的空间也会显得这个脑不够好使。还有的是堵塞应该通的，比如说有100条线，里面应该是通畅的，传输的能量，传输着讯息，可是你其中有几个管道是被堵住的，或者是流通的时候不太顺畅，就像水管内部老水管里面长了很厚的锈，开水龙头水流量还是很小很小。对，如果通到脑的话，那我们的智力就觉得不足好，包括说我的知识面窄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去理解别人学习一点甚至是心理学，很多问题是大家都有的问题很多行为是人类合理的行为，只是你此时此刻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看到对方的所谓的过错而已。再一个，就学习一些慈悲和大爱的这样教化的内容如果你靠近圣人，你得到的就是智慧的启发；你靠近的是很凡俗的人，那你学到的就是普通人的思维方式所以希望你能够有机缘多听一些古代的哲学大师当代也有很多哲学大师这些大师都找不到的时候，可以找找我这种小师来听一听，也许会对你有启发。我教的是能够入手能够学习的部分就学会慈悲宽容的去对待别人，也许自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个是很多人到这儿来之后都有发生过这样一个改变几乎所有人到这儿学过1个月之后脾气小了，过去发火的频率现在降低了，大家说是不是是，尤其是女士所以让我想起来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功夫》，和我们也有关系功夫里面有个女士是那个收租婆，当中她有一种功夫叫狮子吼，她哇一喊，所有人都逃跑这个寓意着就是爱唠叨的女士你那个唠叨其实就像无形的刀剑一样就冲出去了，所以小心你的表达方式。还有呢，学着多做一些没有交换的善事善行比如说帮一些需要帮助的看似弱者的人要帮助一些正在乞讨的人人家任何有困难的时候，你见到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你就要去帮助别人通过这样的行为，就会改变我们根本的想法我过去熟悉的自我都是一切都是别人来给我服务，我才觉得最幸福你可以开始转变一下，试着无私的，就是没有交换条件的去帮一下别人去开始做这件事情
也许让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反正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帮助了别人，我觉得是快乐还加自在的啊。大家好像也是这样吧，是吧？在我们菩提禅修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帮人啊，帮过人之后，我们自己很幸福。但是听完我这么讲哈，就是思考方式比较短浅的人呢，过一会儿就开始帮别人，帮完别人之后，明天就问我怎么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呢？对，帮人它是一个漫长的事情，关键是你自己内心得到的是痛苦呢，还是自在呢，还是喜悦呢？不要去看别人的表情，关键你自己内心得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一旦经常帮人的人再加一点我刚才说的去礼拜、去修行去懂得关怀别人的人，这样你的身体就是自在的，还有放松的。这个中文的自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首先是轻松的、安详的、通畅的和谐的也就是最美好的感觉融为一体的一种精神的状态我们称为自在所以你内在的是通畅的话，你就没有障碍你的心当中没有障碍，你的供血是正常的，供血正常，你的脑就会全部的启动在工作，脑中也没有障碍，供血又正常，氧气也充足，你不用开发智慧，你的脑本身是智慧的如果经常修行的话，你的脑本身还能被开发智慧。说了好几个层次所以学着帮人由这里入手。所以经常说发无明火，发完之后又后悔我们就说尽量要学会总结经验，尽量的就控制自己不做后悔的事情。如果开始火要发作起来的时候，我提醒几种方法接下来大家记住叫换位思考法。你觉得他错了，你很生气，那你就想，如果你是他。有个人告诉我，在香港的一个同修告诉我，师父，我今天很生气，怎么了？我从外国雇了一个佣人在我家做饭，我们工作很忙结果我买的那个锅呀特别贵，特别名贵，又是名牌结果让这个女佣来了之后这个人倒是很勤快他给我擦了一次我的锅我觉得我的锅一半的价值都被他擦掉了。他用那个钢丝刷子蹭蹭蹭蹭，本来是光亮的，觉得蹭完之后呢全是小爪子印儿，而且是用那个钢刷子刷的，这个爪子印不是假的，用手能摸得到。他就很心痛我这么贵的锅，这么好的锅，我请你来是干活的，结果你是来给我糟钱的。你看把我的锅刷的好像刷了我的心一样好痛苦我说你打算怎么办？我把它炒了，我不要它。我说那你自己洗锅呀。确实我时间很紧张。那不行，我再换一个，说不定他趁你睡着了刷你的脸，说不定还把哪里给弄花了。他既然错了，你就告诉他不能这么刷。他说我以为他懂呢。我说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就是科技非常落后的他们村里唯一的电器就是电灯，没别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见过。这个女佣到了他们家做那个抽水马桶，还3天排不出来呢，不习惯。人什么都没见过，是不是又这么主动干活，刷就刷了吧，以后多买几个锅备着就好了。还有我时常说的经常吃饭的碗炒菜的碟子做菜的这个锅都只要结实耐用，刷不坏的就是好锅，好吧？就不要买那么名贵的以防自己给弄坏了呢你在
找一个佣人来帮你擦，擦坏了是正常的。所以发完脾气要后悔，所以以后就学着少发脾气，不要做后悔的事情。因为发脾气的一个过程容易伤害，伤害一旦形成之后，就像你已经刷坏的那个锅一样，对方又赔礼又道歉，说我再出钱，就刷的那几个小印子一直还在上头，弄不掉的，对不对？尤其是那个瓷碗，只要摔坏，你用多好的胶水把它粘起来，它毕竟有一个裂纹在里头，所以伤害已经形成了。赔礼道歉就是胶水，粘完了之后还有那道痕迹，弄不好还会扎手，所以少一点发火啊。当遇到这种情绪上来的时候，所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他根本没有见过，弄坏了很正常的啊。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我们都需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这个位置和身份去思考啊，能解决一半的问题。理解了之后，再多一点包容。就是这样子，他做的也太过火了。好，他是有意而做错的事情。那想，如果是你的亲兄弟、亲姐妹，是你的孩子，他都能够很顺从的和你配合做所有的事情吗？也都不可能的呀。你全家人自己本身也在彼此在破坏着，对不对？说破坏这个词有点重了啊，这都是小破坏的，对不对？那是小破坏，只是觉得没有那么大伤害而已。你能够还一起生活，其实就是多了一份亲情的包容而已。那换一个身份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这个锅刷坏了，如果是你丈夫呢，你可能发的火就少了；如果是你的孩子呢，你可能发的火还会更小一些。对，如果是你自己呢，你还埋怨锅，为什么买这么贵的锅呀？对不对？对，还会埋怨买锅的人呢。所以就是理解，我们就会情绪就会少。还有不管怎样理解不理解，就要发火的时候，如果能够还能控制自己的话，你开始我教你一个秘诀哈，一个咒语，想不想听啊？那个咒语就是数1、2、3，走人啊！先离开这个即将爆发、叫爆炸、烧火的环境，走人，先撤出去。先到一些这个环境比较宽松的地方，像这个，尤其是公园啊比较好，公园啊，餐馆啊。人一吃饭之后情绪都好了，发火的时候还有赶上那个时候正是饿的时候就容易发火一吃饭什么都好解决，没饭吃什么都不好解决因为人肚子里没有饭，脑子就缺血缺氧，是不是啊？本来想通的事儿也想不通了，这个时候还有就是女人每个月那个事情的那几天的时候是最危险。我们这里有位年长的男士老同修就告诉我个秘诀，他那几天的时候我是最勤快的时候我的甜言蜜语胜过恋爱初期我说那你说你太太就信呢？他信呢，他听得特别高兴，他以为我真特别爱他，因为我说多嘴了，但是我还没透露那个人是谁，所以不用担心，你还是安全的。我觉得这是真言呐所以要离开危险的地方，去思考一下你的火气，首先是发火的你这个人来说，就会平静了很多。如果你想让我快乐的话，请我去吃饭就好了。我说的不是真言哈，只是一人的一个随意发挥哈。
您好，上师。我看到身边的人做一些素质很低的事，心里总会特别的痛恨，每天都生活在这种痛恨的情绪之中。请问上师，这是不是不慈悲的行为？我该如何走出这种心理的状态呢？正义的小牛。我觉得看到这种事情就想发火的人，说明自己的素质还不高啊。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啊，就开始看什么都顺眼了。就像我爷爷到了76岁之后的时候看着什么都顺眼。在中国的禅修大师好像是宋代的大师曾经有一位大师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初学道到后来到闭关到有点开窍之后呢，他总结那个话就是说，最初呢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等开始修道之后呢，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等毕业了之后呢，还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他这种话快把我给弄成精神病了。说最初的时候看的山就是山，那么单纯的就是山呗，它能是小笼包吗？这不可能的。它能是木头吗？不是。那么开始说我要修道了，我要修禅了。刚入门的时候就是又开始就是看山也不是山了，总觉得山在呼吸山在走路，不是山就是包子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呢和另外某种东西某种境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但到最后呢，觉得自己开悟了之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叫什么呢？这叫返璞归真。我们说一下人的经济状况我们贫穷的时候，你吃的那个普通的饭食在那个时候经常会自己斗争和反抗，说有一天我发财之后，也不知道发财之后到底吃什么好吃的，我要吃最贵的最香的最好吃的东西我要天天吃。等开始有些钱了之后呢，可能是大吃二吃，就是什么都吃，什么贵吃什么等吃了一段时间，发现既不对胃口，而且身体也给吃坏了，再吃下去命都没了。医生告诉你，你吃的最简单的面包，吃的最简单的馒头，吃最简单的稀饭，吃一点咸菜，最多吃一点青菜，也是最健康最养命的好，到这个时候了，其实钱也有了，该吃的也吃过了，该浪费也浪费过了，才发现原来小时候受穷的时候吃的饭才是真正的饭，才是真正养命的健康的饭。要最后还回到最初的那个原点，是那种平淡平静的饮食和生活状态才是最健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你看到令你不愉快的事情，你就想爆发，至少只能证明说你有所谓的正义感，但是没有自我约束能力，可以这么说吗？对，所以你想改变别人，先改变自己的脾气。我在年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真想过这个事儿也是不知吃了豹子胆了，我总想去改变世界总想改变世界可是最后我发现这个世界我一点都改变不了，可是这个世界在改变着我，让我去顺从于这个世界。最后发现我一旦顺从了这个世界，我才发现我该发的火也没有了该生的气也减少了很多才慢慢适应了这个世界最初的时候是烦这个世界。我们比如说拿开车来说，我都是讲我自己的私事
就开到一个路上去，前头车都堵住了，结果是个斜坡，我就把车停了，不小心那个车自己灭火了。等再打火的时候，那个车就往前窜，我就再按上，它就得把这个火熄死，停在那里。我那个时候不是埋怨自己不会开车，这破车谁这么设计的？这是第一种，我埋怨车设计的不好。第二个，我特别埋怨修路的这个人，你不会修个平路吗？为什么修个斜坡路啊？这不是让我丢脸吗？是不是啊？让我上不去下不来，我还不能骑下车就跑啊，这对不起朋友，是人家的车呀，还有点责任心呐。到现在我终于领会到了，是自己没有开车技术不能怪别人，是怪自己没有技术，没有这个知识还再就是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急事我就最讨厌的是遇到红灯，是不是？一到路口红灯当停了，有的时候那个路口就特别急人，你越有急事吧，那个红灯的时间反而就变长了，等着吧，倒数30秒，30秒数完了之后再数一圈，还不变绿灯啊，气得我那时候就把责任和烦恼都是推给别人。现在我火也熄了，烟也灭了，这个时候我在想，都是自己的错，急什么呀？有2次，我这开车速度正常，有个小青年看了我一眼之后，用表情告诉我，怎么样，老头，你开车不如我快吧？我就正常开，那是开着到了郊区，那是晚上郊区灯越来越少，一会儿停在前面，咣当一声，我开过去，正是刚才给我做表情的小青年。我也不跟他做表情我还帮他报警还给他往外拽出来拽出来还能说话，谢谢大叔。怎么样，不发疯了吧？我心里说我都把这些难听的话憋到自己心里说一遍，表面上我还得安慰他，没事，会说话就好。我曾经救过几个拉出来不会说话的，他一听我这么讲还挺高兴的。后来变朋友了所以我们总觉得别人不合理，别人是错的现在我发现我是错的。我不知道提这个问题的朋友是不是你的问题类似我自己的问题我的经验告诉你，给你分享。所以我们学会去接受这个世界。有一句话也许是不合理的，这叫存在就叫，大家注意看着我存在就叫什么？合理。这句话本身就没道理，是不是那小偷存在合理吗？离婚这个事儿存在合理吗？你这多少人因为离婚受伤对不对？这里拔凉的呀，痛心在滴血是不是所以我问过一个离婚的小子对不起一位先生离了婚之后30多岁，你太太挺好的，你看长得又漂亮人家收入也不低比你，对不对？别人都就觉得很难得长得这么好，人家经济收入又挺高的。你不知道他出来之后人模狗样的，大家都以为他是好人你知道活在他旁边，他一发作的时候，我命随时就没有他拿着刀乱挥你看看我的手上那个疤，我一看真的，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我还撒这个谎吗？那你说我离婚合不合理？我太合理了那你最好离开温哥华，你转移到一个他永远打听不到你的地方，是不是否则你搬了家，他找到你再把你给灭了呢。说不但我同意他离婚，还希望他再一次移民或者回流。所以不要希望改变世界，不要希望改变别人，改变自己。金菩提上师，我总是想的太多，优柔寡断，
经常心事重重。请问上师，我该怎么调整自己？伤感的猫咪。这些问题都很类似。还有人说，这个做事情看待问题总是优柔寡断，有点做任何事情总觉得一直在判断呢、对比就不能够拿到一个所谓比较果断的处理的方法。我是觉得分情况有些事情该果断的要果断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弟子他就是就是说话呢有点结巴，他和他爸爸呢跟他爸爸一起开着大车，有一次走到一个山里头了又是晚上，结果对面来个车，他的车必须往后倒，路很窄，爸爸就说：“儿子下去，给爸爸看着车，给我指挥路这么窄，很危险。”我们这个弟子呢说话有点结巴，到，一会儿那个车咣就掉下去了。他爸爸那个车幸好有树把他架住这个爸爸没摔死。上来之后咣咣就扇他两嘴巴，你为什么还说到？他说到不得。我说出来的时候，结果你的车都先下去了。所以该果断的时候要果断，对不对不该果断的时候就不要果断。比如说离婚这事儿，是不是对方给你提离婚你呢先这个拖拉着这个温柔着扭捏着，别直接同意，对不对？想到这个结婚的危险性呢，这有人给你提出结婚的时候，你也不要轻易答应，让他不要轻易追到手，不要轻易听到说你同意结婚这个答案，好吧？这样呢可以多一点考虑的时间，万一还有更好的呢？但是有一次去纽约我们和在纽约当地的同修呢，有2个同修，我去纽约了，光给人大家上课了，师父我带你出去逛逛纽约这遇上一个高材生弟子，博士博士弟子开车，哎呀，我那个幸福劲儿本来我困了，结果弄得我比他还兴奋，太恐怖了。他上100米的大桥上，他一手打着手机，一手开着车，一会儿呼呼呼晃的我觉得再一晃我从窗户上掉下去了，就那个惊心动魄。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好没有定力就自己是怎么修的还得给人做师傅，因为我一直就抓到车前面那个地方，我总觉得那个安全带都不保险。我一直安慰他，平静平静，能不能念佛呀？就说念佛也开这么快。这是他非常果断的部分。可是到了中午2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找到餐馆，不是没有餐馆，他特别多餐馆，他一直在犹豫，师父，我说给你吃中餐呢还是给你吃西餐呢？等最后终于到餐馆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钟了。绕了这么大的圈2个小时，我们吃的是麦当劳。他在那犹豫不决，是不是我只能说该果断的时候要果断，比如说倒车，是不是？比如说吃饭，你多少人为说晚上吃什么这个事儿而且还有人讨论，你说吃什么，2人商量，一商量从5点钟就到了8点半了。所以我说凑合吧，家里还有剩饭。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所以别太犹豫，是不是也没弄懂方向，对，先弄懂目的再决定行为就简单了不要为说我选择中餐好西餐好在那犹豫不决，最后把这饿翻天了，都是饿的就是那么文雅的人都想跟你比武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特别衷心的感谢美国快餐。经常在我们做了痛苦的抉择之后，还是最快的时间在麦当劳拿到吃的。还是真的不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条件，你的生活条件太优越了之后，反而就做了很多抉择。就今天上午就有那么几个青年同修就开始跟我讨论啊，有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拿出手机来，师傅帮我选个人好不好？选什么人啊？选一个，这不是小男孩啊？这是哪个歌星啊？不是，这个给我有点示好的，就这里小朋友啊，这个长得不错呀。你先再看下面，4、5个，师傅你选吧，这不是我找对象，碍着我什么事儿啊？我们几个人开着会的时候，人家来这么一出，让我帮他选，就这5个我全选了，因为长得一个比一个好啊，这可帅了，这是啊，这你们看了都会动心的啊。我还没等我做决定，我旁边那一位啊，我认识好几年的弟子，目前也是一个人在生活啊，你还让师父选？如果是我的话呀，抓住一个算一个，只要靠近我就不会放过他。你说你有4个选，你才这么犹豫不决，是吧？师父看上第一个了，你还说不行，再看后头3个啊？叫我的话，逮住一个算一个，那有什么可选择的呀？这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所以当你的周围的这种环境条件越优越的时候，你就开始犹豫，到底哪一个合适啊？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个合适，我就是觉得逮住一个就确定就行了，你那个忧郁感就没有了。那否则这1年下来的话，你就变成爱情忧郁症，最后永远都不能抉择，知道吗？所以要学会说，我到底看这个人有没有感觉，有感觉就行了。就来第2个人说还有感觉，所以那也不行，因为已经有第1个了就行了，好吧？大家记住，好不好？这美人不同意。坐在这个区的人有问题哈，说尤其是对象、爱人已经结了婚的啊，有了第1个了，再看到第2个、第3个动心，也告诉自己把心收回来，已经有了就行了，好不好？这个区的人回答就是那么犹豫啊，他们选择太多了啊，那选择太多就是伤害啊，选择太多呢就让自己变成忧郁症啊。其实没有选择的人抓住一个就算好的，其实这是最珍惜的啊。好的，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儿吧。